一個原本平靜的新英格蘭下午，突然被一聲巨響撕開，不是雷聲，不是地震，也不是什麼地方發生了爆炸。可就在那一瞬間，麻薩諸塞州、新罕布夏州、羅德島州以及周邊不少地區的人都聽到了同樣一聲轟鳴。有人說房子晃了一下，有人說窗戶被震得嘎嘎作響，也有人第一反應就是到底哪裡炸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地面上什麼都找不到，沒有明顯爆炸點，沒有地震記錄能對得上，也沒有飛機事故的跡象。那麼這聲巨響到底從哪裡來？答案藏在天空更高的地方。後來美國太空總署確認，這不是人造物體，不是衛星，不是火箭殘骸，也不是太空垃圾，它是一顆流星，一顆看起來並不起眼，卻在新英格蘭上空釋放出驚人能量的小型流星。事情發生在2026年5月30日，當地時間下午2點06分左右。這個物體從波士頓以北，也就是新罕布夏州與麻薩諸塞州交界附近，闖入地球大氣層。它一路高速飛行，接着在麻薩諸塞州東北部和新罕布夏州東南部上空解體。高度大約是距離地面64公里。速度超過每小時12萬公里，請注意這個數字，每小時12萬公里，這已經不是我們日常生活裡能想象的速度。汽車、高鐵、飛機，在它面前都慢得像靜止一樣。而真正讓人吃驚的是，這顆流星可能只有大約1公尺寬。1公尺，聽起來並不大，甚至可以說很小。如果它安安靜靜躺在地上，可能就像一塊不起眼的大石頭。可問題是，它不是躺在地上，它是以極高速度迎面撞進地球大氣層。也正是速度，讓這個小東西變得不再普通。流星進入大氣層時，它前方的空氣會被猛烈壓縮，空氣被壓縮就會急劇升溫，壓力也会快速上升。這顆流星承受不住這種力量，開始破碎、瓦解，最後把自身攜帶的能量釋放到高空大氣裡。這種現象科學上叫做空爆，也就是說，它不需要撞到地面，也能制造出類似爆炸的效果。光、熱、聲音、壓力波都在空中釋放出來。地面上的人感受到的那一聲巨響，其實就是這股壓力波傳了下來。NASA 估計，這次爆炸釋放的能量大約相當於300噸 TNT。但這裡要說清楚，這不代表新英格蘭地面上發生了一場300噸 TNT 的爆炸。真正發生的是，一顆高速流星在高空解體，把能量釋放在大氣層中。所以人們聽見了巨響，房屋出現震動，窗戶被震得作響，但地面上卻沒有出現大家想象中的爆炸坑，也沒有大規模破壞。這也是這起事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。它提醒我們，危險撞擊和大氣空爆並不是一回事。這顆新英格蘭流星當然不能和2013年俄羅斯車里亞賓斯克流星事件相提並論，那一次的規模更大，衝擊波震碎大量窗戶，還造成多人受傷。但兩者屬於同一類現象，都是高速天體進入大氣層，在空中解體並釋放能量，差別在於大小、速度、解體高度以及能量釋放的位置。車里亞賓斯克告訴我們，一次更強的空爆可能造成什麼後果，而這次新英格蘭事件則告訴我們，即使是更小的物體，也足以被聽見、被感受到，甚至震動建築物。可是問題也就來了，如果人類已經能追蹤近地天體，為什麼這顆流星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才被確認出來？原因很現實，小物體真的很難提前發現，它們可能太暗，速度可能太快，也可能從很刁鑽的角度接近地球，有些甚至在進入大氣層之前根本沒有給觀測系統留下多少反應時間。所以這件事真正揭示的不只是一顆流星，它揭示的是，在天空中有些東西只有當它已經發生了，我們才知道它來過。事件發生後，科學家通常會追查3件事：第一，它從哪裡來，又往哪裡走；第二，它釋放了多少能量；
第三，有沒有碎片活下來，變成隕石落到地面？這次事件中，科學家可以透過衛星探測、目擊者報告、聲音傳播時間以及大氣模型去反推它的路徑和能量。但碎片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了。有些流星會在高空完全燒毀，有些則會留下碎片，散落到地面。如果這次真的有碎片幸存，它們也可能落在很難搜尋的地方，也許在森林裡，也許在水域中，也許分散成非常小的碎片，幾乎無從尋找。所以，在更多分析結果出來之前，這部分仍然沒有定論。但說到底，這起事件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並不是有沒有找到隕石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讓我們看見天空監測系統面對小型天體時的挑戰。很多人一聽到行星防禦，想到的都是電影裡那種巨大小行星直奔地球而來，威脅整個人類文明。這當然是行星防禦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現實中，更多進入地球大氣層的是小得多的物體，它們大多數在海洋上空、荒野上空，或者沒有人注意的地方燃燒殆盡。只有少數情況剛好發生在人口稠密區附近，又剛好能量足夠大，才會被很多人同時聽見、看見、感受到。新英格蘭這次事件就正好落在這個中間地帶。它不是災難，但也絕不是毫無意義的小插曲。它的規模不至於造成重大破壞，卻足以提醒人們，來自太空的小型物體仍然可能在地球表面留下感覺得到的影響。而這類事件最大的風險，往往不是隕石直接砸到地面，真正需要關注的是空爆產生的衝擊波。如果空爆規模更大，或者發生高度更低，地面感受到的震動就可能更強，窗戶、建築物，甚至人員安全都可能受到影響。這也是為什麼科學溝通非常重要。當一聲巨響突然發生，卻找不到來源時，人們自然會開始猜，是不是地震？是不是工廠爆炸？是不是飛機出事？是不是軍事活動？是不是衛星碎片掉下來？在官方確認之前，謠言往往跑得比真相更快。而清楚、準確、及時的科學說明，能幫助人們把可能性縮小，減少恐慌，也減少混亂。對研究人員來說，這次事件還有另一層價值，它是一個真實世界裡的數據點。每一次火球事件都能幫助科學家改進模型，物體如何進入大氣層，什麼條件下會破碎，能量會在多高的地方釋放，什麼樣的物體無害，什麼樣的物體需要更早警戒。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靠一次事件就能全部解決，而是靠一次又一次真實觀測慢慢累積。所以，新英格蘭這顆流星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為它巨大，恰恰相反，它重要是因為它很小，卻仍然讓人們聽見了它，感受到了它，也讓科學家不得不重視它。一個大約1公尺級別的天體，可以幾乎毫無預警地抵達地球附近。它不需要撞上地面，只要在大氣層高處爆開，就能讓房屋震動，讓窗戶作響，讓成千上萬的人抬頭追問：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？這不是恐慌的理由，但它是一個清楚的提醒。地球並不是在空蕩蕩的宇宙裡孤單前行，它一直穿行在自然碎片之中。有些碎片大到必須被嚴密追蹤，有些碎片小到很難提前看見，卻依然可能在進入大氣層時製造出驚人的聲響與能量。新英格蘭上空的這次流星空爆沒有造成重大損失，但它給科學家留下了一個寶貴案例，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值得記住的畫面。一顆小小的太空石塊從高空闖入地球大氣層，在瞬間燃燒、破碎、爆開。它沒有落在我們腳下，卻讓地面上的人清楚聽見了來自天空的力量。